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周的操作啊。最近的股市真的是非常的热，标普连续的创新高，它从4月份的这个底部啊上来，已经涨了接近于40%了。那这周呢，我趁着上周市场的一个小回调，开仓了2只股票，分别是盈透和英伟达。那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买呢？我会从基本面和技术面2个角度来和大家探讨一下我自己的思路，重点是怎么样控制风险啊，特别是在目前这个市场还是蛮有必要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这是我个人投资记录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都不一样，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决策。最近美国政府关门啊，市场反而挺开心的，因为政府关门的时间越长，那经济数据就出不来了，市场上觉得这个降息的预期就会越来越强烈，这种预期呢就推动了这个股市的上涨。政府关门当然是一个短期原因了，更加长期的原因呢是市场上的钱变多了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上也提到过 M2， 就是货币的供应量在持续的增加。我们从图上看啊，近1年的时间，这市场的钱是越来越多啊，市场上流动性非常充裕的情况下面呢，这多出来钱自然会流向投资类的产品，比如说像股市啊、黄金啊、比特币啊等等的，都在轮流的受益。我们看近2年啊，美股市场上市值比较大的公司，他们的涨幅呢 ，CVNA 它的涨幅是7700多 ，APP 的话涨幅是6200多，像其他的话，像 Robinhood 涨的是1600多啊，也就是翻了16倍。经过2年多的牛市，现在市场上的股票基本上估值都挺高的了。那现在这样的市场还能不能进场呢？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，但前提是呢，市场上钱不能变少啊，要流动性充分的情况下，大家才能接着浪。现在市场上机会虽然不像23年时候那么多啊，但是呢，上周呢经过一个小幅回调，周线上几乎看不出来，日线上面还能看出来一点。刚刚接触21天线，跌了一下，这周出现了一些我觉得风险还算可控的买点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只是盈透证券，只要市场继续活跃的话呢，券商的佣金收入和它的利息收入都比较有保障，而且盈透的话，它又是国际券商覆盖36个国家，所以不光是美国这边投资者，全球各地的客户，就这种国际化的优势，在单一市场波动的时候就有个对冲的功能，所以它作为大型券商的话呢，收入来源比较多元化，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。券商板块呢，走势更加好的是 Robinhood， 那我在60左右也完成了建仓，这次回调之后，它在9月8号的时候吧，已经出现了买点，那个时候到现在它已经涨幅有36%了，所以现在追高的风险比较大。相比之下呢，盈透它刚刚完成了整理，风险收益会比较合理。盈透它属于波动率比较低的一只股票，它每次回调整理的区域都是在10%左右，这次的话我们看一下啊，是在11.66%，还是属于合理区间。它在这次整理区间的时候呢，有回踩50日均线，然后进行了一波反弹，在9月1号的时候呢，突破了整理区域，出现了一个跳空上涨的缺口，并且站上所有的均线，形成多头排列。这里有个非常强势的迹象，可以看到这边周一、周二、周三连续3天的收盘价都守在前方的主力上方，并且没有回补之前的跳空缺口，显示了买方的力量比较强，并且10月4号的小幅回调没有破前一天的低点，依旧维持上升趋势。现在这个位置在70左右呢，是属于突破之后的确认阶段，所有均线都有支撑，波动率的话相对可控。止损的话呢，你可以设在之前的主力位的上沿，也就是在68这个位置，看一下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一个止损率只有3.21%，或者说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设得更加的低一些，比如说是之前的跳空的下沿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在66这里，66这边，那这个时候止损率会在5.48%，也是个可接受的范围。如果说做短期波段想要止盈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费波那契的数据参考，然后差不多是在80左右的位置，你可以做个止盈。做一下总结，买入区间的话在69到72之间，再高的话可能风险会增加。第一个止损位在前方主力位，也就是68，第二个止损位在跳空的下沿66这边。如果想要止盈的话，可以目标价位80。
这边需要提醒一下，如果它跌破跳空的下沿66，并且是10日均线的话，说明它短期的整理形态已经失败了。如果你是做波段操作的话，那必须是要止损的。那如果说你是做长期价值投资的话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。第二只股呢是英伟达，作为全球市值第一的科技股啊，那在整个板块上涨的时候呢，它可以提供更好的风险收益比。半导体行业现在很多股票都是非常强势的上升趋势，比如说台积电快要突破$300了。英特尔的话，它和英伟达合作，目前也是一波非常强势的拉升。AMD 之前也有波不错的涨幅，目前还在调整区域。半导体 ETF SMH 啊，它经过了6次测试265这个阻力位后啊，终于是有效突破了，现在也涨到了340。那当整个半导体的板块共振向上的时候呢，里面的龙头股通常可以提供更加稳定的上涨路径。说实在的，以英伟达目前这个体量，它想要有一个短期的暴涨行情，其实不太可能。那想要省心点的话，买 QQQ 或者说是半导体的 ETF SMH 可能会更好一些。但是对于英伟达的基本面有信心的投资者来说呢，它目前出现了一个风险可控的入场点。从技术面上看呢，它跟着市场一起有一个11%左右的一个回调，并且呢跌破了50日均线和布林通道的下沿。它回调的时间呢，差不多有从8月8号到9月30，有2个月的时间，比较好的消化了之前的获利盘。10月1号的时候呢，它有效的突破了之前的阻力位，也就是185这边，然后并且同时伴有放量。均线这边出现了收敛，并且形成向上发散的趋势。周四周五出现了小幅的调整，但是调整幅度比较温和，没有触碰到185这个支撑，属于突破之后的正常回踩确认。英伟达这只股走势非常温和，它的支撑位非常多，然后第一个支撑位呢就是在之前的高点185，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支撑跳空缺口的下沿180，再往下的话呢，你可以用均线作为支撑位，也就是177，你再往下的话就是前低吧163，但是这边的3重已经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支撑，你可以把它作为你的止损线。那你的止损幅度以周五的收盘价来看的话，差不多是2%、4%，最多的话不超过6%。总结一下，买入的期间可以是周五的收盘价附近187到191之间。第一个止损位呢是前方的阻力高位184，第二个止损位呢在跳空的下沿179.5左右，然后最后一个止损位的话，如果你想设的比较宽泛一点，可以是前低加上均线的下方，也就是172.5这里。止盈的话，考虑到英伟达现在的市值体量，设在200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像英伟达这种市值比较大的股呢，就它的单日波动会比较小，即使市场到时候转向了，通常会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可以撤退，不太会出现一下子暴跌然后跑不掉的状况，比较适合新手朋友们。如果担心个股波动的话呢，可以考虑一些 ETF， 比如说我之前提到的半导体 ETF SMH， 它经过了一段时间整理之后呢，目前也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。不过上一周它涨得还蛮快的，可能需要一个小幅的整理。比特币的 ETF IBIT上周也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拉升，如果说下周它可以突破70这个阻力位的话，也是个不错的入场机会。受到稳定币法案利好的以太坊呢，它之前经过了一次洗牌，现在重新回到了均线上方。有木头姐的 ETF ARKK 啊，这支 ETF 我去年12月的时候就推荐过了，那时候在哪？在这儿。然后因为牛市后半段的话，它是利好中小盘股和成长股的，降息呢更加是利好这些板块，所以 ARKK 的这个系列就会比较受益。那我当时推荐到现在的话，涨幅基本上有53%了。现在整个市场呢，整体估值都是挺高的，现在资金呢就在不断的寻找那种相对便宜的板块进行炒作，所以就会出现板块轮动的现象。某一个板块呢一段时间涨得特别好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呢资金就会转移到其他的板块。但是我们处于牛市后半段的时候呢，现在不是比谁的赚钱多，而是比谁能够守住自己的利润。现在这个位置呢，市场给的机会还在，但是已经过了牛市刚刚开始闭眼买什么都
都涨的时候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带好止损，这个真的是在高位市场唯一的护身符了，而且要控制好仓位，不要说某只股你特别看好，然后把大量资金堆上去。我们赚的不是市场上所有的钱，而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风险可控的那部分钱。还想要提醒一下，如果你要跟单的话呢，一定要把止损也跟上哦。操作也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光操买入价，不把风控也抄上。那今天就聊到这边了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